来吧，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先有一条新闻，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突然做了一个宣布，延长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301调查的豁免期限。原来对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创新这方面的这些301调查呢，原来是5月31号到期，就应该采取行动了，就应该做命令了现在呢，它给延长了3个月，延长到了2025年的8月31号。为什么要延长呢？因为不延长你就要采取行动了嘛，那就要加关税，给这国家来加关税。那现在昨天在节目里分析了，加关税也没用了，你现在就那个总数50%点几的关税，那边已经很困难了。那不是高盛他们都讲吗？会掉7成。美国4月份的进口已经掉了2成了。所以说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概要掉下去7成，就现有的所谓的30加第一任期的20，就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再往上加，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所以说现在呢，为什么这3月跟那个90天是捆绑在一起的？这90天呢，一个是和中国来谈判，另外一个呢，也告诉各大零售商，这90天疯狂补货。赶快充实库存，恐怕下一步又要开战。中国那边那不是《求是》杂志，包括他自己也讲了吗？你就是一个缓兵之计，你就是想借这机会补货，完了以后又跟我开战。所以说人家也都看出来了。那个时间到8月14号，那现在他给延到了8月31号，因为它必须是个整月，这个大家一理解就行了，这没有什么。很多一看美国又贵了，没有。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延迟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另外呢，南华早报的报道，有业内消息人士向南华透露，美国的商业巨头们、零售巨头们要求中国的供应商承担美国进口关税的50%到66%，也就是1半到2/3，你们必须给吞下去。哇哦，那都谁呀？有沃尔玛，有塔吉特，有耐克、彪马、阿迪，就这些大的零售商，就要求中国这儿要一下吞美国关税的50%到60%。咱们就别说之前第一任期的20%，咱们就不说了，就说现在这30%，那中国至少要吞15%到20%，然后他们来背10%。也就是那弄不好，沃尔玛自己吞5%，然后老百姓扛5%大概是这么个路子吧。那中国在哪儿接受得了这是很难接受的。现在是30%，等于一下中国自己要咽下去15%到20%，它哪有那个利润率根本就没有。平时加工的利润率也就是个5%，加上退税，各行业不一样，有13%的，有12%的退税加起来也不到2成，全算上，你让我全干这，我不白忙了吗？所以说这件事儿这个是南华做了这么一个报道。那说到打到这么一个互掐脖子的阶段，中国是掐住了美国的稀土。现在汽车制造商、航空航天的制造商现在都急了，那库存马上就告罄了，那怎么办没稀土，那后边都得停产他掐住了美国的脖子，美国呢，那就是使招吧。首先掐中国科技的脖子，大发动机也不给了，好多芯片也不能卖了黄仁勋再怎么说也不让你卖了。另外在芯片设计各方面全都封杀，都不让你弄了。不光是对你的技术，对你的东西，我连人你不是留学生什么的，我也不让你学了，我给你连根拔起，整个科技我给你来个断根，我给你斩尽杀绝，这什么架势？这是科技。另外这2天狂打台湾牌和南海牌，啪啪作响，服还是不服我要给他一个大的军购。这里边有导弹，有什么的等等的弄不好给战斧，这都说不定那反舰飞弹，我什么都给你看着办。他把这话都放过来了，而且那边已经开始在台湾敲打民进党和民众党，不许阻拦。黄国昌都已经人家就问到了，说你说我没有要阻拦的意思
已经直接表态了。驻台湾代表处那都跟这2个党的党主席都谈过了，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个台湾牌、南海牌给你打的啊！那到这么一个结果，那你习近平怎么着啊？你还不谈啊？最新的情况谈了。白宫官员表示，美中双方领导人将在本周进行通话，将会变成突破关税战僵局的一个重大转机。那你说这又是谁起变化了？我认为是习近平起变化了，因为川普一直就想跟习近平谈，包括下边的贝森特、卢特尼克也都一直讲啊，这里边好多事儿就得他们俩大头，他们俩先谈。所以说呢，是美国这边是一直要谈，这个大门一直都在敞开，是习近平拒谈，习近平不谈。那现在突然谈了，那谁做出的让步？这是很明显的，是习近平做出了让步，因为看到科技有可能被连根拔，而且不可恢复的啊。另外呢，这台湾牌、南海牌这一作响，应该是坐不住了，应该是坐不住了。你抓不到美国的把柄，在这方面，人家就这一个台湾牌，那不是过去说有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儿啊，那就是中国的睾丸，我攥住你这个，你就没辙。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你非得等到人家这一步嘛？最后呢是要谈了。这是白宫官员讲，然后呢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呢在接受 CBS 专访的时候也讲说，这场即将到来的通话将是突破僵局的转捩点。他说：“我相信川普总统和习主席通话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得到解决。”说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扣住了一些双方协议中应该放出来的产品就是稀土了。说这有可能是中国系统上的漏洞，他还替中国说呢，也可能太官僚主义了，太慢了，也可能是蓄意为之。我们得等到总统和习主席通完电话之后，我们才能确认。开始给那边找下台阶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然后呢，这主要还是这次要谈稀土的问题了。我估计这次芬太尼的问题这次也会顺便解决。甚至谈得好的话，我认为最终的关税再往下来点稀土放了，最后芬太尼这边做出重大让步的话，甚至有可能双方的关税再降20%或者再降10%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就这样，就这么相持着，就跟昨天我们判断的一样，就在这种带病运转当中，美国需要时间，需要空间。然后就这样，那习近平大协议会给吗？还是不会给？中国市场会开放吗？还是不会开放？那打到还会大规模买吗？习近平也不会轻易答应。这事儿就扯吧，扯2年都是他，等你中期选举的结果。然后在这段时间，就是这20-30%的关税，就这样带病运转。我认为呢，这是双方大概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对峙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台湾牌您缓缓这南海你也别动我了然后对我们的学生们稍微手下留情这些东西都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的如意算盘了。那现在呢，白宫国家经济主任哈塞特现在也讲，本周通话这是他原则定了，但是目前尚无确切通话的时间。他说我们确实期待这个川普总统在本周和习主席有一场非常建设性的对话，说双方的谈判团队每天都有互动，包括呢美国谈判代表格里尔和中国的对口的官员，现在呢正在努力推进协议执行的一些细节，现在每天都在谈，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当然呢，他也讲，这个哈塞特呢也讲，他说呢，我们不能只有大炮没有炮弹说到呢，中国低价倾销钢材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产业，如果我们没有足够钢铁，这是说的钢铝那个要加到50%，这个是没商量这个是没有商量的。然后呢，现在讲这个卢特尼克也讲说，北京呢正在拖延协议的落实，我们正在让中国体验对等的压力。
说我们的总统知道该怎么处理，他决定亲自出马来解决这次的问题。那《华尔街日报》把事儿，今天他报了一个独家。另外，刚才说的卢特尼克是接受的 ABC 的专访，这个贝森特是接受了另外一家媒体的专访。这几个信息源综合到一起，交织到一起，互相印证，那应该是这周要谈一次了。这周是要谈一次了。谈一次呢，当然你说最急的我认为主要是稀土问题和芬太尼问题，这两个也是比较容易的问题。然后呢，对中国现在所有的这些围堵说的这几记重拳，川普呢减缓力道，然后处在一个再继续观望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再看下一步能谈成个啥。所以我还是这个态度这个呢没有协议了，还是那句话，因为中国不可能对美国开放市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8条，大家仔细读一遍的话，中国是不可能做到的。